大家好，我是星期天。微软模拟飞行在去年8月正式在 PC 平台上架之后，由于有丰富的地景渲染，还有对新手玩家的亲切性，推坑了许多新玩家加入飞行的世界。现在这款游戏在今年的7月27号也要登陆 Xbox 平台了。身为一个飞行迷，这个重磅的消息我之前就在关注了。可能因为我有在做一些面对新手的教学影片，所以去年有受邀参加 PC 版的上市发表会。我以为这样已经够棒了。想不到微软直接提供我一台 Xbox Series X， 还让我参加模拟飞行在 Xbox 上架前的全球第一波评测。也就是说，很幸运的，我成为全球第一批可以在客厅打飞机的玩家了。我想玩家们最关心的就是，究竟微软模拟飞行在 Xbox Series X 上面表现到底如何呢？还有在 Xbox Series X 上面使用 Xbox Series X 的手把操作 Xbox Series X 里面飞行的飞机，到底会不会很难呢？你问我 Xbox Series X 到底为什么可以念得这么顺？那其实我录了很多次。好的，我们就一起来瞧一瞧吧。我现在客厅启动我的 Xbox， 我的游戏刚载好。现在先出现的是这个应该是界面设定哦。它会先询问你在主机上面要怎么显示。好，进入游戏了。它这个主菜单跟 PC 版的不太一样左上角的 Discovery Flight， 还有中间下面的 Activities， 这两个是没有看过的新选项。我们来看一下 Activities， 所以它这里面还有包括是训练还有挑战都在这个 Activities 里面了。它有一个课程训练，这个 Flight Training 它会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把飞机飞起来。左上角会显示要你做的事情，你维持在5500英尺，然后你的那个转速要维持在2000上下，完成的话它就变成绿色。在 Discovery Flight 这个单元里面呢，它给我们主机的玩家设定了几个景点，让我们可以直接在那个地方进行游览。还有包括 PC 版一直在增加的一些世界上的地景，他们其实都有加进来主机上面了，全部都同步的。你可以驾驶小飞机来埃及看吉萨金字塔，还有像这个是纽约市这边这个大城市，它的那个建筑的密度还原度蛮高的自由女神，呼呼！或者像这个圣母峰啊，这个游览模式不错，因为它点进去之后，它会直接把你传送到这个地标面前。以往在 PC 我们都是要去查坐标，然后输入的，它这边都帮你写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单元，因为它在主机上你强调的就是你要一个手把就可以看遍全世界嘛，所以它就给你推出不同的主题单元，而且会一直更新。你只要跟着它的主题单元，它就会直接把你投放到那个景点前面，让你直接飞去那个地方看。我们插过全世界最高峰的山顶了，这个地方就是圣母峰的山顶。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自由飞行吧。在自由飞行里面，选择飞机的列表变成直视的了。它使用摇杆左边的蘑菇头可以来控制游标，还有放大缩小。今天是7月23号，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地图会有看到一个烟花台风，现在就在台湾旁边。现在暴风圈距离台湾非常的近了。也许我们晚一点可以去看台风哦。我们先来试飞一下吧。这边我不做任何剪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读取时间到底要多久。其实模拟飞行它常常是需要在驾驶舱里面找按键，所以你在 PC 版里面当然是玩得很顺手，因为你可以用滑鼠去找那些驾驶舱里面的按键嘛。那微软现在决定要把这个东西搬上 Xbox 的平台的话，就要把 PC 上面滑鼠可以做的事情都整合到我们的手把上面。像我们在 PC 上面呢，我们有滑鼠，我们就会用滑鼠来点按钮，或是转动那个数值那个拨钮，甚至是像我之前拍的影片，你要在这里面开客机的话，客机会有飞行电脑嘛，飞行电脑会有很多按键啊，还有像自动驾驶仪这些的，因为如果像747的话，它整台客机的驾驶舱里面的按键加起来就超过100多个，而且很多都是必须要转动的，它也不是 off 跟 on 它还是要转动的。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用手把来代替呢？这实在是让我觉得很好奇啊！可能我们待会要来实测一下747的部分啊。它跑完了。我们来算一下刚刚的时间哈。我刚刚有用手机算码表，是56秒哇，整个读取时间不到1分钟我们会看到这个画面是很流畅的，因为我现在是用4K 电视在玩，感觉起来是没有卡顿啊。我们进到驾驶舱。我们到处看一下。原来是这样子啊！它是用右摇杆的蘑菇头来控制视角，然后你的视线靠在按键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按键。那它像油门这种有轴的要怎么做呢？因为油门它是有低到高的轴啊。这个是我先选取，我右边的蘑菇头就变成是油门推杆了。
哦，哎，这很聪明哎。好，那我们来推油门，好，开始起步了。然后呢，我们视角先转回来。LT 跟 RT 一样是角舵，这是左边、右边，地面上可以转换方向。它这样其实是额外让你可以在驾驶舱里面操控飞机，因为本来控制油门就是 A 键跟 B 键做收放，你就算不用这些方式，你还是可以飞起来。好，我们现在轻轻的把飞机用左边的蘑菇头抬起来，好，抬起来了。好，我们随着视角移动，它就会让我们可以操控各个按键。我们可以看一下机外视角，机外视角是按这个。它这边的操作就还是跟 PC 你接手把的逻辑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微软模拟飞行它的设计一开始就是针对 Xbox 的手把设计的，所以其实你这个 Xbox 的手把内建就可以飞了，真的完全是新手飞行员的福音啊！当然你要控制驾驶舱的话，你还是电脑版要用滑鼠嘛。那你现在在 Xbox 里面的话，你就用刚刚那个方式，就是先切第一人称进驾驶舱，然后用右边的蘑菇头跟 A 键选择。我们现在刚起飞，可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因为我刚聊一聊，我就想要去看747的驾驶舱，我有点想要掉头飞回去。我现在把油门收回来。我跟你讲，现实生活中更不可能有人敢这样飞哦，就是因为这是模拟飞行，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很多的很有趣的玩法。哇，地面的民众都看傻了，奇怪，这个飞机刚起飞，怎么掉头就回去了嘞？是不是驾驶忘了带钱包？实际上是他心猿意马，他开一开小飞机，突然想去开747了。休蛋姐，等一下，我觉得我好像太晚进跑道了。这个也偏太大，这样怎么救回来啊？我觉得速度有点太快了。对，好像可以，哦，有了啊！有了吧？有，成功了，被我赛到啦！我们可以去看747啦。然后我们小飞机看完了，我们要看驾驶舱按键啦，所以我们应该要是看747。我们把这个飞机先退出，我们来驾驶一下747吧。好，我们现在再重跑一次自由飞行，我们来切换成大飞机，我们换7478。我们这一次要挑战开747去看台风，所以我们抓的是真实天气。哦，这个就是离台湾现在位置很近的烟花台风。这个它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台北的正东方。它看起来的位太蒙了，看不到云层太厚了。我放大。它是有点接近宫古岛啊，右边那个宫古岛。好，我们等一下再确认一下位置，我们先起飞吧。这个就是软体模拟出来今天下午1点40分在松山机场的天气。哇，外面在下滂沱大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478它的驾驶舱内部。这个明明就下午1点40，可是这个有够暗的因为台风的关系吗？我们把机舱灯稍微点亮一点一样是点 A 选取，然后用蘑菇头把它转大一点。好了，总算看得到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起飞之后开 AP，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高度抓好。其实我不太知道台风要飞到什么高度才看得到感觉应该要飞到很高的地方才看得到啊，不然我们就设个42000英尺好了。我觉得它这个 Xbox 版本有点贴心，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看仪表板的数字很小，可是它在跳出的这个方框里面呢，它直接显示你在调那个东西的数字这个是 PC 版完全没有的东西。航向的部分我们先让它往东飞，所以我们调个90上下。它这个驾驶舱内真的做了很多设定，还不错你看在舱内的时候左边这个十字键，它的右边是收放起落架，然后上跟下是调节襟翼，左边是刹车。画面表现的部分，因为现在这个是截取今天台风的气象资料，所以有很多雨打在我们的驾驶舱的玻璃上面。这部分蛮逼真的。这即时运算这飞机动的时候呢，那个雨会往后飘好，我们准备来起飞吧。放刹车，然后呢，油门往前推，推到底。好，视角摆回来。好，我们现在开始慢慢往前移动了，速度慢慢增加了。这个是我第一次用 Xbox 的手把来飞747，而且还是在台风天。我的天，我完全看不到跑道，我只能勉强看到跑道左右侧那个灯而已。按照地面这个能见度，我觉得等一下起飞之后，我可能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能靠仪表飞了，是不是？好，我们可以准备要慢慢拉起来咯，拉起来，轻轻的拉起来。虽然是摇杆，可是我感觉可以感受到这个飞机摇杆的重量。
有点不好带。好，我们现在慢慢离开松山机场了 ，Positive Ride 起落架收。现在慢慢的爬升，我们目标是要爬到4万英尺。我们先稳住飞机，我们感觉要冲进一团云层里面了。我们现在慢慢爬升到对流层以上吧。哇，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现在外面都是一团云啊，那个云那个雾啊。我们窜出云层外面了。这边是17000，这边已经超过对流层上面了吗？哦，高度慢慢拉高了，我们现在到18000英尺了。这后面的云未免也太厚了吧？这个应该是烟花台风的最外圈，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台风尾吧？我看到前面远方还有更高的一层云呢，是我看错了吗？是吧？我没有看错吧？是不是那边再飞过去会有更多东西可以看呢？我们现在飞行10分多钟了，已经到台北的外海了，然后高度是23000。我飞到这个高度才看到前面真的有一团云，你看我后面是空的，可是前面有云，这就是台风啊，这一定是台风，怎么看都是台风的结构啊！我靠！我现在看小地图，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没有参照物啦，我在海上。不行，我觉得我应该去看气象云图，然后对那个位置。我知道我现在在宫古岛跟台北的正中间啦。我看一下 Windy 哦，我们从 Windy 里面看到，现在烟花台风的这个台风眼位置是在宫古岛的正上方，所以我们再往前飞，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我觉得有机会啦。比对了一下位置之后呢，我觉得是我滑鼠圈的这个地方，就是在宫古岛附近，差不多宫古岛的东北方这个位置。我猜台风眼会在这个位置，而且我们高度也够了，搞不好往前就这样继续飞就看到了。我在这一团云上面已经飞了差不多5到10分钟了，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像台风眼的东西。所以接下来如果有看到云层有什么异状的话，也许就会是台风的中心。我好像看到有不一样的东西咯。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天坑啊？我看到前面有个洞而且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我刚圈起来的那个台风眼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没错。我们把自动驾驶解掉，我们用纯手动来盘旋下去看一下。很明显，超级明显的洞，我已经大概10分钟没有看到洞了。我现在看到洞，好开心啊！这就是台风眼吧？我们把高度下降，然后下去看一下。对啊，就是这里啊，就这个洞啊，这里一定就是台风眼啦！我找到台风眼了我们现在有点跟它擦肩而过了。我们现在绕一个大圈，然后回来这边好了。这边这个也很明显。而且还有闪电，而且闪电是在那个云的下面产生的。你们看哦，我们现在左手边积了很厚的云层，然后右手边呢几乎是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右边是台风眼，我们现在往右边飞，应该就有机会钻到那个洞里面去了。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飞到这个云的外面去。我跟你们讲，我现在硬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边有很强的气流，我现在是直接摇杆打死的状态。现在感觉这边气流很强，我有点控制不住我的飞机了。可是我看到右前方那边，前面远方是不是有一个洞啊？我看到那边有阳光照到我们是不是有洞，在前面下面。我们真的到烟花台风的台风眼正中心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前，然后直直的栽下去看看，我们一头栽进台风眼里面。这也太酷了吧！我们现在已经到台风眼旁边的云层里了，所以我们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看到台风的内部结构。因为台风的内部结构，我去查了一下，它是有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有点像是地底下的世界那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像隧道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尽量沿着它走。刚才我们在台风的夹心里面做穿梭，那个地方应该台风中心的结构吧？我觉得今天任务达成了，而且达成率120%。我们不只看到台风眼，而且我们成功钻进台风眼之后，还看到台风内部的结构，这也太酷了吧！它这个游戏的大气模拟真的不是盖的，做得好逼真哦！太棒了，这个一定要剪进影片里面。我们今天飞了好多地方啊！好，来说一下这次我抢先全球第一波体验这个 Xbox 版的心得。
首先呢，我认为当然是跟过去 PC 上面游玩的感觉是相当不同的。在模拟飞行的体验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于驾驶舱这个按键操作互动哦。玩模拟飞行，你得要进驾驶舱嘛。如果你这方面界面做的不好上手的话，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飞行的挫折感，所以就会造成很多新手玩家的却步。所以微软其实它有针对家用主机界面，把这个手把操作改的功能性更多的，就像是我刚前面有拍到的那一些，这个整体的选单设计啊，还有仪表板的操作方式，都有针对手把重新做调整，而且因为有针对主机平台做优化，游玩的过程你们看到我刚前面剪的画面，全部都是相当顺畅的。甚至在我开了747冲到台风眼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有很多云层渲染，还有强风夹攻，那个地方也是没有感受到我的747有一丝丝的犹豫啊，跑起来还是蛮顺畅的。所以这个主机的确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因为你今天买这台主机，我觉得预算跟你真的用桌机组一台，然后你要弄一些飞行设备，那个差别应该有好几倍。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微软是铁了心要把玩家带到客厅前面起飞啊。那如果你对模拟飞行刚开始有兴趣，你现在是新手，你还在观望，你想试水温，但是你不想花钱组电脑或者是买一些外部设备的话，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用主机来玩，因为我目前玩下来，我觉得新手很亲切。微软模拟飞行即将在7月27号登陆 Xbox 平台，新朋友透过 Xbox Game Pass 平台也一样可以无限畅玩。我们可以好好期待接下来这个模拟飞行的加机版本，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现在他们真的是设计了很多不同于之前 PC 版的东西，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感谢微软给我这个机会，抢先全世界第一波来游玩这款游戏。另外呢，来预告一下啊，其实有追踪我 FB 粉专的飞友们应该都知道，罗技赞助了我整套模拟飞行的外部设备。我现在在 PC 上面的设备越来越夸张了，全部都是飞行设备，所以我的下一支飞行影片就会来给你们介绍我 PC 版这些设备，我要用它也飞给你们看，介绍这些外部设备还有它的调教的一些小技巧，所以请记得期待一下我的下一支影片。好，看完别忘了按赞、留言、订阅、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